今年纽约零下10度，大暴风雪封城，但是有人花6个亿买了套房。曼哈顿的2月份冷的不只是天气，还有你的钱包。2026年2月份，一场史诗级的暴风雪横扫纽约，中央公园积雪将近半米，气温巨降至零下，体感温度一度比南极还要低，航班取消，地铁瘫痪，整个曼哈顿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但是有一群人完全不 care， 他们裹着大衣，踩着雪，推开了曼哈顿最贵豪宅的大门，然后签了支票。整个2月份，曼哈顿$400万以上的豪宅成交了123套，总金额14亿美元，大约折合人民币100亿，比去年同期多出9套，金额暴涨将近50%。一套还在画饼的公寓卖了6.5亿人民币。这个2月份最炸裂的一笔交易发生在上东区麦迪逊大道1122号，一套尚未建成的顶层复式公寓，以$8950万，大约折合人民币6.5亿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上东区公寓历史的最高纪录，也就是2026年纽约全市最贵的住宅交易。关键是按照原价成交，1分钱都没砍。这栋楼是什么来头呢？1122 Madison Avenue Legion Investment Group 和 Nala Capital 联合开发，著名设计师 Studio Safio 操刀。整栋楼只有26套公寓，今年1月15日才刚刚发布户型图，结果呢，不到6周的时间，18套已经签约，总金额超过3.6亿美元，均价超过每平方英尺$5400，大约每平米42万人民币，而且开发商已经涨了4次价。买下天价顶层的神秘买家，甚至没等房子盖好，这套公寓横跨20层和21层，7卧7卫，带将近200平米的私人露台，可以俯瞰中央公园全景，预计2027年才能交房。换句话说，有人花6.5个亿买了张期房入场券，那栋问题楼又卖出了$5250万的天价。如果说1122 Madison 是新贵崛起，那么422 Park Avenue 则是老钱的倔强。这栋由建筑师设计的96层摩天大楼，一度是西半球最高的住宅楼，它也是亿万富翁街上面最具话题性的建筑。漏水、电梯故障、管道爆裂、诉讼缠身，负面新闻一度不断。但是2月初的时候，79楼的一套整层公寓以大约$5225万成交。这套8280平方英尺、大约770平米的4居室，配私人电梯入户，坐拥360度的曼哈顿天际线景观。有意思的是，这套房源来自一次指数拍卖，开发商之一曾经在2022年以$4670万买下这套房子，后来被合作方强制执行了指赎。亿万富翁的新玩法，把2栋楼打通，造一座城中宫殿。如果你觉得花几千万美元买公寓已经够疯狂了，那你可能还没有听说过曼哈顿最新的富豪风潮——合并联排别墅。彭博社最近做了一项调查，自从2010年以来，曼哈顿至少有19处的联排别墅被合并了，涉及40栋的独立建筑，其中
10处在西村，其余的分布在上东区和上西区。最轰动的案例之一，对冲基金创始人和妻子在西村买下了2栋相邻的联排别墅，然后打通合并成一栋12米宽的超级豪宅。然而，地产的开发商走得更远，他把西村一栋曾经是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的合租过的公寓楼，改造成了一座6层的1250平米的超级独栋，大理石浴缸重达1吨，壁炉可以追溯到路易14时期的，售价7500万美元。开售前几周，来看房的都是什么人呢？全球 AI 巨头、金融大鳄、加密新贵和酒店业大亨。用他们的原话说，希望能打起价格战。暴风雪也挡不住的到底是什么呢？零下10度，纽约最大的暴风雪之一。为什么这些人还在疯狂的买房呢？答案藏在了几个关键的数字里面。供给端极度稀缺，曼哈顿是一座岛，土地有限，建设的周期漫长，新建的豪宅项目屈指可数。当一套真正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房源出现的时候，买家反应极为的迅速。需求端，全球资本的涌入，高净值买家来自世界各地，沙特、泰国、中国大陆和香港。对他们来说，曼哈顿的豪宅不仅是居所，更是资产配置的安全感。价格的走势，中位数涨了14.8%，曼哈顿住宅的中位价已经升至140万美元。豪宅板块，2025年全年的成交将近120亿美元，同比增长11%。2026年的势头只增不减。政治因素，新市长上任，市场反而更火。纽约新市长以住房可负担性为竞选纲领上台，部分人曾经担忧他会加税打压高端市场，但是现实中豪宅的买家根本不在乎。1122 Madison 在他上任后1个月内腾空出世，照样创下了纪录。对中国买家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您正在关注海外资产的配置，曼哈顿豪宅市场释放的信号值得深思。第一，核心资产的逻辑依然成立。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门户城市的顶级物业依然是超高净值人群的首选。第二，窗口期正在收窄，新开发项目极为有限，好的楼盘往往在图纸阶段就被抢光。1122 Madison 6周的时间卖掉18套，这就是最好的列证。等你慢慢考虑，房子早就没了。第三 ，Coop 可能是价值洼地。曼哈顿的合作公寓 Coop 价格通常比同地段的公寓低20%到30%。虽然审批流程繁琐，但是对于有耐心的买家来说，这是一个被低估的机会。纽约的暴风雪终究会融化，但是曼哈顿的豪宅故事从来不会降温。当普通人还在感叹房价太贵的时候，真正的玩家早在零下10度的大雪里面完成了签约。他们买的不是房子，是曼哈顿的天际线、中央公园的四季和一张永不过期的全球精英俱乐部入场券。然而，这座城市的回答一如既往：想上车趁早。
纽约豪宅地产的那些所见所闻。2025年曼哈顿豪宅逆势爆发，将近120亿美元成交的背后，真正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先聊聊曼哈顿豪宅市场过去一年的发展与未来的走势。曼哈顿400万美元以上的住宅全年成交120亿。当美国大多数房地产市场在高利率、经济不确定性与成交低迷的时候，曼哈顿高端住宅市场却在2025年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在400万美元以上的住宅，全年成交接近120亿美元，是将近20年以来第二高的年份。更重要的是，市场的强劲，但并未过热。与之后2021年大家疯抢生怕错过，人人都想去搭末日班车的样子不同，去年的豪宅市场里面表现更像是老钱和 AI 新贵们从华尔街赚得盆满钵满，现在需要挑个安全稳定的大豪宅来存放这些 bonus。2025年全年共签单了1436个高端住宅合同，400万美金豪宅成交总额将近120亿美金，同比增长11%。1000万美元以上的顶级豪宅成交多达284单，是将近20年高端成交规模第二高位，表现强劲。主要有以下的几大原因。股市持续走高，与 AI 有关的行业在去年大放异彩，明显让部分高净值人群的资产大幅膨胀。看看自己涨得不错的 401k 账户，再想象一下由精英理财团队打理的股票账户，涨幅是自己的几何倍数。去年高端的房市的核心动力是财富的迅速增长。2025年豪宅市场起决定性变化的是，现金交易比例达到历史的高峰。不论是合作公寓还是一般公寓楼的买卖，64%为全现金，300万美金以上交易，90%无需贷款。即使在高利率的时代，丝毫没有撼动对豪宅市场的影响。现金为王这句话，再次在高端的房市里面得到了证明。新靴子落地，去掉了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市场更能从容的应对。很多人在传，市场新上任前又有一大波富人要离开曼哈顿，举家迁往佛州，但事实是相反的，他上任后的市场签约量稳步上升。市长选举尘埃落定后，立马给市场增加了确定性。人们也能更放心的见招拆招。况且他的上任举措都与豪宅市场不大相关。新市长将更多的目光焦聚在可负担住房上面，颁布了多项与之相关的房产新令。首先降低租金管制楼的资格门槛，并且增加经济适用房的供给，将保障性的住房建设速度提高2倍，10年内新建20万套可负担住房，并且实行租金管制。虽然他支持普遍租金的管制，这将限制全市范围内的年度租金上涨的幅度，但是这一政策还是需要纽约州政府的法律通过。市长也主张暂停导致经济适用房减少的土地规划改革，他将用公共土地用于公共利益，以支持合作住房、公园和必要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个举措也是需要通过市议会的批准及立法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新市长主张减少最高端地产开发的
税收优惠，把政策的杠杆更多的用于可负担住房，豪宅开发商将面临更多政策与成本的挑战，已经柔长的豪宅市场开发周期将被拉得更长，已经供不应求的市场供给也将滞后。这更进一步的说明了，如果你在曼哈顿已经买到了新建的房产，那也就是赚到了。未来符合心理价位的新房子只会变得更稀缺。展望2026年，曼哈顿高端住宅市场将会变得更稳定、更分化，也更稀缺。这一市场正在从周期性的波动转向以超能力和楼盘稀缺性为核心，买家更挑剔，也更有钱。全现金的交易将会继续的占主导，利率的影响进一步的弱化。然而，新增高端住宅供给在新政府上台、开发成本和融资成本高等因素下，将继续减少。未来的5年内，真正具备地段优势和质量品质的高端房产，将被富人们视为一种防御型资产配置工具，而非短期的投机。不再是以前的人挑房子，而是房子挑人。如果你想了解在你预算范围内，2026年哪些区域或者是楼盘属于防御型资产，哪些看似便宜但是又隐藏风险，我们把最新成交数据和正在跟进的好楼盘整理好。即使纽约住宅市场的买家偏好不断的演变，整体经济环境在2025年持续波动，对高品质的住宅的需求依然稳固，特别是在拥有优质房源的中央社区、黄金地段、稀缺景观和顶级设计，这些要素构成的纽约豪宅，在起伏的市场中依然是顶级富豪最坚实的硬通货。2025年纽约豪宅市场的表现呈现明显的分化，全市31000笔住宅交易，包括共管公寓、合作公寓和独户住宅。虽然整体的住宅市场中位售价为74.5万美元，但是顶级豪宅交易却逆袭四下创下了惊人的纪录。这些差异凸显了纽约房地产市场的多层次性。在普通住宅面临挑战的时候，超高端的市场凭借其稀缺性和作为价值储存手段的吸引力，展现出独特于利率周期的强韧性。2025年的第一季度，500万美元以上的豪宅销量同比增长高达49%，特别是在中央公园南区和第五大道等等传统的豪宅走廊，市场的热度持续的高涨。这些顶级的交易清晰地展示了2025年纽约住宅市场的顶端财富集中区域。活跃的交易仍然集中在成熟的豪华走廊。这些房产不仅仅是居所，更是全球财富在纽约这座世界之都的地理坐标。富裕的买家继续优先考虑具有长期价值的黄金地段房地产，表明即使在市场波动的时期，纽约顶级房产作为身份的象征和资本避风港的双重属性依然坚不可摧。在全球房地产市场的版图当中，纽约豪宅市场一直是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更是全球资本的汇聚地。纽约这座融合了金融、文化艺术与商业的国际大都会，以其
无与伦比的城市魅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高净值人士在此购置房产。纽约豪宅的市场延续了以往的活力，同时也展现出了诸多新的特征与趋势。无论是价格走势、销售数据，还是背后的驱动因素与未来的走向，都值得深入的探究。曼哈顿在纽约豪宅的市场当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展望未来，专家普遍预测，纽约市房地产市场将维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但是涨幅可能趋缓。随着市场逐渐消化前期的快速增长，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市场将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纽约作为国际的大都市，其独特的城市资源和全球的吸引力依然存在，豪宅市场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尤其是在高端房产的领域，稀缺性和独特性将继续的支撑房价和市场的需求。随着纽约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金融、科技、文化等行业将继续吸引全球人才和资本，这将为豪宅的市场提供了持续的需求支撑。虽然房价的涨幅可能放缓，但是优质的豪宅的价值仍然是有望保持稳定的增长。皇后区和布鲁克林的崛起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年房地产市场的重要趋势。这些区域在基础建设设施、社区发展和房价性价比等方面具有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购房者，尤其是年轻的购房群体和首次的置业者。对于投资者来说，关注这些新兴的区域的发展，提前布局，可能会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同时，这些区域的发展也将促进纽约房地产市场的多元化和均衡的发展。皇后区和布鲁克林不断地完善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提升了区域的居住品质，房价相对较低。对于年轻的购房者和首次的置业者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投资者可以在这些区域购买房产，等待区域发展成熟以后，实现房产的增值。随着社会对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注度不断的提高，未来纽约的豪宅市场可能会更加的注重绿色的建筑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应用。同时，智能化的技术也将在豪宅的项目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提升居住的便利性和舒适度。购房者和投资者在选择房产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倾向于具有绿色环保和智能化设施的项目。未来的豪宅可能会采用太阳能、地热能等等可再生能源，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降低碳的排放。智能化系统将实现家居设备的远程控制、智能安防、环境监测等等功能，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舒适和安全的居住环境。对于考虑投资纽约豪宅市场的人士，建议充分的了解市场的动态和区域的特点，根据自身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决策。在选择房产的时候，要注重房产的地理位置、配套设施、建筑品质和市场的稀缺性，同时关注新兴区域的发展潜力，寻找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此外，由于市场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建议分散投资，降低风险。对于自住购房者来说，要根据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区域和房产，同时关注房产的长期的保值增值的能力。投资者可以通过研究市场的报告、咨询专业的房产经纪人等等的方式，深入了解市场的行情。对于
自住购房者可以考虑周边的学校、医院、商场等配套设施是否完善，交通是否便利，以及房产的居住舒适度等等的因素。纽约的豪宅市场在价格上与销量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市场的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尽管面临一些挑战和风险，但是未来市场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无论是投资者还是购房者，都需要密切的关注市场的动态，把握机遇，做出明智的决策。纽约豪宅的市场将继续在全球房地产的市场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发展的趋势也将对全球豪宅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欢迎订阅。